大家好 ，Slow 萝莉又来咯，欢迎来到雪萝莉的频道。在上周四，英特尔第二季季报出来了，虽然好于预期，但是在第二天周五，股价就跌了 16.24%， 最低跌到了49块5毛，跌惊了全部人。在 Q2 的财报里，英特尔第二季每股收益是超过预期的 1.11， 达到了 1.23， 高于预期 10.8%。营业收入跟第一季度相差不多，但是支出增加了，利润率减少了 7.34%， 从第一季度的 60.6% 降到了第二季度的 53.26%。 和2019年第二季度的165亿相比，营收高出了 19.52%， 利润率减少了 6.5%。 而引起英特尔股价大跌的主要原因是英特尔自家7纳米芯片研发项目将被延迟。英特尔不单单是一家芯片设计公司，而且是自家制造芯片的，而制造7纳米的工艺出品的芯片在关键指标优良率上不达标，无法支持新制造工厂的运营。这些工厂的建造成本往往超过50亿美元，而且必须每天24小时运行。如果在制造阶段产生了大量的报废产品，会大大削减了获利能力。预计7纳米成品工艺会延迟6个月推出，这将令7纳米 CPU 制造方面比原目标落后了12个月。而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 AMD， 在2019年的7月就推出了使用7纳米芯片的第3代 Ryzen 处理器，并且大受好评。而且苹果在6月份宣布自制芯片，全面取消了英特尔的代工，缺少了苹果这样一个大客户，对于营收肯定带来了负面影响，对英特尔来说可以说是利空出尽。如果我们看回2019年第一季度，当时英特尔的每股收益是 1.28， 回看2019年1月24号，英特尔当时的股价也在每股46到50附近。如果按照现在的 P/E 9.29 计算，按照英特尔自己的预估，2020年每年的每股收益 EPS 大概是 4.85， 用 P/E 值的方法来估算未来的股价，大概是在45块5分附近左右，也就是还有大约 10% 的下跌空间。当然了，这只是保守估计，因为如果第3、第4季度疫情的影响会有所降低，英特尔很可能会继续超出预期，所以现在的价格回到1年多之前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如果以长期来看， CPU 的主要制造商只有英特尔和 AMD 两家。2020年第一季度，英特尔的市场占有率差不多有 70%。在 Steam 游戏平台上能找到最新的数据，在2020年的6月，在 Steam 平台上使用英特尔的用户占 76.75%， 可以说是 AMD 的3倍有余。虽然在显卡方面占比只有 10.1%， 这主要是因为 Steam 是游戏平台，用户大多使用独立显卡来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独立显卡属于 Nvidia 英伟达的领域，但是其他大部分普通办公用的集成显卡才是英特尔显卡的主要业务范围，所以长远来看，英特尔的潜力还是巨大的，长线持有将会有不错的增长。但是因为现在市场波动比较多，还是以观望为主。如果跌破了我们的估价价格45块以后，再择机逢低购入。而另外两只受益于英特尔7纳米芯片项目延迟的芯片股 AMD 和台积电 TSM， 经过周五的暴涨，如果现在再追进去就属于追高了，风险比较大。而且这两家公司也存在着各自的问题。 TSM 台积电作为一家芯片代工制造公司，他家的制造工艺无可厚非是行业领先，而且成立以来口碑诚信一直是他们家坚持的信念。
但是作为一家非美国本土公司，而且是台湾地区的公司，台积电存在着很明显的天花板。近段时间国际关系紧张，虽然现在的股价受益于其攻破5纳米的芯片工艺而一路走高，但是断供大陆华为手机芯片，失去了这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它的未来的销量还是会有不少的打击。而 AMD 自从在2019年推出使用7纳米芯片的第3代锐龙处理器以后，市场份额有了明显的扩展。现在又正逢 Intel 宣布推迟7纳米芯片的项目，股价大涨也是合情合理的。再说 AMD 也自4月以来，其他科技股都在涨的时候，它却一直横盘，借这个机会突破箱体也是很正常的。但是长期的走势还是需要有基本面的支撑。而 AMD 在它年报的资产负债表上的 Return Earning 是负 70.95 亿，这是之前巨额亏损遗留下来的，需要大量时间才能补回这个亏损，稍有不慎就会再次出现财务问题。虽然 AMD 的利润率比 Intel 低，但是 42.6% 已经远远高出大多数公司了。 AMD 的流动比率是 1.9，而且负债率只有 53.1%， 没有流动性的问题。但是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公司的底子上，和 Intel 相比还是有不少差距的。总体而言， AMD 是一家很有潜力的公司，搭载7纳米锐龙芯片的处理器已经为其赢得了市场的一大波好评，比 Intel 领先2年推出市场，明年更是有望发布由台积电代工生产的5纳米芯片，相信竞争优势会进一步扩大。而7纳米工艺延迟对于 Intel 来说不是致命的，但却可能会严重打压市场对这只股票的信心。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哦。这只是我个人的操作分享，不作为投资建议哦。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大家记得关注和点赞萝莉哦。谢谢大家观看，萝莉也要回去充电哦。滴